呀 ，OK。狗狗被训犬师一个抛摔扔到沙发上，还没等女主人从震惊中缓过神，训犬师的动作变得更加夸张，狗狗如同毛绒玩具一样被甩来甩去，但空中的狗狗依然死死地咬住嘴里的东西。随后训犬师对它连踢带踹，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教后，训犬师已经对这只恶犬了如指掌。它之所以变成主人眼中的恶魔，都是被眼前的女主人给逼的。5年前，丈夫从国外带回了这只稀有的英国帕特大勒梗猎犬。起初，女主人担心养不好这种大型猎犬，但丈夫却说这个犬种很少见，领出去非常有排面。然而养了一段时间后，丈夫却后悔了，因为他发现这种大型猎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酷，但是养起来特别的费时费力，于是他就不想养了，便以工作繁忙为由，将狗狗全权交给妻子照顾。而妻子一开始的担心也很快照进了现实。自从养了这条狗后，很少有朋友赶上家里做客，客人还没进门就会被它的怪叫声吓到，因为它不会像普通小狗那样汪汪汪的叫，而是如同猎狗一般嘎嘎嘎的咆哮。当女主人打开门的那一刻，狗狗一边嘶吼怪叫，一边诡异的扭曲着身体。考虑到朋友的安全，女主人准备将狗狗关进屋子，可她这次却失误了。狗狗身为猎犬，动作极其敏捷，防护栏之类的根本阻碍不了它分毫，直接一个跃起冲进去就开始疯狂撕咬，伴随着刺耳的尖叫，朋友已经被咬得面目全非，近乎毁容。而这个犬种还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在咬住东西后从不会轻易撒嘴，女主人更是费力拉扯了半小时才勉强将狗狗分开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条狗很讲狗德，它不会把人咬死，遵循的原则就是把客人咬得皮开肉绽后就放开，然后继续凶狠地咬住客人的衣服，直到彻底撕烂为止，把朋友咬得血肉模糊。这件事女主人暂且可以容忍，最让她无法接受的是，这条恶犬会攻击她养的另一条狗，有好几次都险些将它咬死。她把小白压在身下，然后用力咬住它的支气管，那气势就是想把它弄死。有一次甚至直接咬穿了颈动脉，鲜血都喷到了天花板上。女主人越想越感觉后怕，为了小白的安全，她只好向训犬师寻求帮助。训犬师进门后，两人即使面对面站着，也听不清对方的声音，因为狗狗的叫声实在是太大了。训犬师见状，也不打算惯它毛病了，直接接过牵引绳，用力勒住狗狗的支气管，随后将它腾空拎起丢了出去。因为窒息和缺氧，狗狗终于停止了疯狂的吠叫。随后训犬师打开房门，照着狗头就是几记鞭腿加侧踢。等到再进屋时，狗狗明显老实了许多，完全没有了一开始的嚣张气焰。刚进到屋内，训犬师就把绳子交回到女主人手中。他交代女主人，在接下来的训练中，就算狗狗的狗头被勒断，它的身子也不能被拖得左右摇摆。然而训练才刚开始，就发生了训犬师所担心的事。女主人由于重心不稳，被狗狗拖着前后晃动。看见狗狗激动到这副模样，训犬师很想带它驾车兜风，缓解心情。因为他前不久刚换了一台车，感觉开得非常过瘾。既然说到了换车，我最近刚好也换了台新车，想问下大家买了新车后，旧的都是怎么处理的？像我那台开了2年的大众迈腾，放到瓜子二手车上还能卖13万多。瓜子是全国买家竞价，车放到平台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没多久就卖出去了。最近1年汽车掉价特别快，1年就少好几万，想卖车千万别犹豫，总之听我的，现在就去瓜子二手车预约估价吧。训犬师让他赶紧用双手进行控制，因为他很早就发现了女主人这一问题，他经常抓不住牵引绳，在家里可能还好些，但如果到了外面，很容易发生严重的咬伤事故。训犬师告诫女主人，养狗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家狗是最基本的事。女主人这次用力抓紧牵引绳，而训犬师在动作上也没了顾忌，他的行为极具挑衅，对着狗头又是一顿连续的鞭腿加侧踢，如此简单粗暴的手法让女主人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训犬师此时也注意到了女主人的情绪变化，他没有过多解释，动作变得更加离谱的夸张。他将狗狗拎到半空，疯狂的左右摇摆，一人一狗的训练像极了马戏团里的表演。狗狗也对嘴里的东西异常执着，无论怎么甩动，就是死活不撒嘴。训犬师直接一个蓄力将它夹在腋下，对着沙发就是一记锁喉抛摔。不管训犬师怎么对它，狗狗从始至终都没有爆发出任何攻击性。此时训犬师心里已经有数了，他说女主人认为狗狗的攻击性其实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游戏。随后训犬师要教会狗狗如何正确互动，狗狗不撒嘴，训犬师就一直不放手。这是一场耐力和体力的较量，训犬师不会和他争抢，要等到狗狗主动松口为止。在双方僵持了半个小时后，狗狗的下巴开始不受控制的抖动，口水也哗哗的外流，此时已经可以将东西抽出，但训犬师却不急不躁，强行取出没有任何意义。又对峙了10分钟后，这条犟种终于松开了嘴巴，训犬师马上对狗狗进行夸奖，接着再次允许狗狗咬住，而这次松开后，训犬师开始对它进行阻止，狗狗马上展现出对物品的执着，训犬师迅速起身用身体进行格挡，被制止后，狗狗也没再出现争抢的行为。接着训犬师说出了这条狗的真实情况，虽然它多次把客人咬得遍体鳞伤，但其实它对人根本就没有攻击性。女主人一直阻止它跟别人接触，它的所有行为都不被认可，主人对它只有无休止的指责，没有夸奖。
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小狗没把人咬死已经非常难得了。再来说狗咬狗的问题，因为梗类犬和其他犬种不同，它们能独自完成猎杀，不需要任何外界帮助。这样的小狗很难培养出社会性，就算对方已经表现出胆怯投降，它们也不会因此就心慈手软。这条狗就像是一个冷血的职业杀手，在执行任务时，不会因为目标人物向他求饶就放对方一马，他依然会无情地置对方于死地，这是他的天性。训犬师说，家里的环境不太适合今天的训练，随后他们转移阵地。狗狗到了新场地后表现得非常活跃，跟训犬师欢快的互动。女主人看着面前一脸人畜无害的狗狗，正在无忧无虑地撒欢玩耍，她的思绪回到从前，只要狗狗表现出对物品的兴趣，她不是直接粗暴地收起来，就是一边指责一边谩骂地藏起来，甚至有时还会因为嫌弃狗狗过于吵闹，把它关进屋子里。这些错误的训练方式都让狗狗的问题越来越严重。玩耍一阵后，狗狗的前肢就开始剧烈的抖动，这是长时间缺乏运动的表现。训犬师有些好奇狗狗每天散步几次，然而女主人的回答却让人非常无语。她1个月才带狗狗散步2次，一次差不多10分钟左右，如此离谱的运动量，把训犬师气得有些红温了。他告诉女主人，这种狗每天运动10个小时都不多。随后训犬师强忍怒气地停止了训练。女主人不知道狗狗再次攻击别人的时候怎么办，训犬师直截了当地表示，只要狗狗敢伤人，就要用力地制止它。那时候不要有任何的怜悯之心，只要狗狗出现攻击行为，一定要不择手段地加以制止，必要时可以安排火龙果、窝心脚和心肺复苏3件套，哪怕把它高高举起扔在地上，导致它半身不遂，也必须拦住。只有强硬的控制，才能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。通过今天的训练，训犬师也断定这条狗狗并不是真正的恶犬。只要女主人能保证它每天的运动量达标，它会是一条非常好的狗。女主人也听懂了训犬师的意思，她努力点着头，保证自己能做到。最后，训犬师让女主人亲自陪她进行玩球训练。可训练刚一开始，就发生了非常尴尬的事。狗狗一直跟随着训犬师，完全不理会自己的主人，因为它知道和训犬师在一起才能玩得开心，自己的主人就是个老六，只会处处约束自己，限制自己的自由和快乐。狗狗已经对它彻底失望。当女主人跑起来后，狗狗才终于被它吸引。这是它狗生第一次和主人畅快玩耍。仅仅玩了2分钟，女主人就已经累得大汗淋漓、气喘吁吁，但她也一直在坚持。训犬师则在一旁不停地为她加油鼓励。可能是她的话有点密，女主人的球扔着扔着就飞到了训犬师的脸上。괜찮아요? 고객님. 네, 노라님 칭찬도 해주시고. 训犬师被整得挺无语，随后训犬师让女主人不再扔出玩具球，而是拿着球微笑着看着狗狗，狗狗马上会意，乖巧地坐在了地上。这真是给了女主人一个天大的惊喜，没想到自己狗狗居然这么聪明。训练也就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。一段时间后，女主人发来反馈视频，现在她每天都会领狗狗散步13个小时以上，运动量达标后，狗狗确实比之前温顺了很多，跟小白也能友好的相处了。